最近有印度媒体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内容是在4个场景中，印度的苏30 MKI 与中国的歼20进行模拟战。当然，既然是印度人模拟的，当然毫不意外的是苏30在模拟战中以4-0战胜歼20。而在评论区中，印度人可是乐坏了，甚至有人就此证明此前中国模拟战歼20的战绩是作假。不过很多外国网友也是看不下去了，纷纷进行反驳。有外国网友表示，你现在可以笑，但以后你会哭的。抛开情绪，从客观角度来分析这个视频，我们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完全是印度人在自嗨，因为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首先，印度人的模拟战中基本上是完全无视了歼20的隐身能力，单纯凭借着苏30 MKI 的雷达对歼20恐怕根本就没有反应。即使印度拥有预警机和地面雷达的辅助，最多也只能是模糊的知道有飞机来了，但很难确定具体的位置。所以在视频中，苏30 MKI 正面截击歼20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歼20拥有霹雳15超视距空导弹，可以在150到200公里以外发动打击。这种射程，即使是印度最先进的阵风战机搭配欧洲最先进的流星导弹也很难达到，更何况是苏30 MKI 的导弹。而且霹雳15还是一种双脉冲导弹，一旦锁定目标，它将启动第2级火箭发动机，100公里外的对手逃离时间不到8秒。而在视频画面中，苏30与歼20基本上是在近距离狗斗，这既不符合歼20的作战特点，也不符合现代空战的发展。此外，即使歼20是本着友好交流的态度与苏30 MKI 近距离进行狗斗，也不会像视频中那样毫无还手之力。歼20在其侧舱内携有2枚霹雳15短距离空格斗导弹，而且这种导弹与飞行员头盔相连，能让飞行员以360度的视角对近距离目标进行锁定，并在第一时间发射导弹进行摧毁。也就是说，即使是进行近距离狗斗，歼20依旧能取得代差的优势。印度35天内第10次试射新型导弹，发射8分钟后出故障，网友称还是认识的印度。为何说印度还对中国贼心不死？最近这段时间，印度突然进入暴走模式，在35天内，印度已经10次试射新型导弹，这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而且，印度简直像是开挂一样，一改过去试验武器经常失败的旧印象。最近这10次试射新型导弹，印度大部分都成功了，但就像是余额不足，没有及时续费。印度最近一次试射新型导弹出问题了，发射8分钟后出故障被叫停。据印度斯坦时报10月12号报道，当天，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向孟加拉湾试射了一枚射程800公里的无畏式巡航导弹，但由于导弹出现故障，在发射8分钟后被叫停。报道称，该枚导弹于当天上午10点30从测试基地发射，但因出现故障，试验在8分钟后终止。这是近1个月来印度首次试射导弹出现事故。包括这次试射的无畏式巡航导弹，在过去的35天内，印度试射了10枚导弹。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平均每4天就试射1枚导弹，频率非常高。无畏式巡航导弹是印度研制的一种亚音速巡航导弹，飞行速度为 0.7 马赫，具备地形匹配和掠海飞行能力，但目前仍在飞行测试阶段。据悉，印度计划将其全面列装印度军队并部署在边境地区，应该是一个打击，也让不少网友松了口气。有网友表示，还是认识的印度，这也不能怪网友，实在是印度最近表现得太猛了，反差太大。而且一些印媒还一直声称这些新型导弹将帮助印度对抗中国。虽然对于试射导弹的性能，印度可能有所夸大，但试射成功是做不了假的。尽管可能不如中国的武器强大先进，但总归是能造成一些麻烦的。长期以来，印度对中国的看法都是比较恶意的，在今年发生中印边境冲突后就更是如此了。除了在军事上印度动作频频外，印度还在通过其他方式不断挑衅中国，如在边境大量修建公路、隧道等基础设施。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10月12号，印度正式开通了位于边境地区的44座桥梁。印度防长通过视频形式参加了通车仪式。这44座桥梁由印度边境道路局负责修建，都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其中包括印度所谓拉达克地区8座，以及我藏南地区8座。报道称，这些桥梁将使印度边境地区的连通性得到改善，将帮助印军确保军队和武器装备的快速机动。由此可见，印度对中国想必还是贼心不死，我们该警惕还是要警惕。
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损害，印度人认为可以趁此时机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这是哪来的自信？新冠疫情如台风般席卷地球上的每个角落，这场疫情不仅对生命健康造成危害，也严重打击了各国经济。据估计，全球经济损失高达7万亿美元，美国当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印度有能力在后新冠病毒时代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吗？印度网友也很敢回答能，并且还有模有样地列出了诸多理由。有一个理由是，由于中美交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逐步关闭在华业务，并且以美国为首的还要抵制中国货，因此印度将会逐渐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以及供应链中心。可是2018年6月开始，美国抵制中国贸易后，美国是对越南进口的货物猛增了50%以上。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美国抵制中国也不会选择印度制造，也不见人家越南说自己会取代中国的制造商地位。更为大言不惭的一条言论是，印度具备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一切条件，譬如丰富的资源、熟练的劳动力、聪明的头脑等。先说资源，印度水资源是全国性缺乏，你见过日常提着桶买水的吗？印度有这种景观。再说熟练的劳动力，越南孟买谁没有呀？最后聪明的头脑，这真的很难判别，因为印度有万能的牛粪。之前说牛粪可以治病，最近还推出了牛粪芯片，宣称还有减少辐射的功效。你说聪明吧，人非得变着花样捯饬牛粪；你说不聪明吧，又怪能折腾的，连牛粪芯片都弄出来了，不是一般人呀。还有印度人妄想美国会攻击中国，印度可以借此获利并夺得中国的土地。前面的聪明的头脑不好说，这里倒是可以肯定一句想象力丰富，既想占美国的便宜，又想占中国的便宜。中美又不是起爹妈，哪会允许占便宜？实在一点的谈，印度能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还是要看印度能否与中国的综合基础能力相提并论。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自然不是虚的，基础设施完备，生产线和供应链相当成熟，而印度的全球供应链却整合得不好，想要在一夜之间与中国拉开生产线和供应链的差距是非常难的。中国可以提供综合的基础设施，譬如大型港口、优秀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物流等，这些都是能保障按时保质完成任务，以满足国际公司需求的关键因素。这些以印度的现在都是难以匹敌的。而且就在去年，印度推出了与其他12个亚洲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导致印度的出口商难以和贸易伙伴互惠互利。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不稳定，监管也不规范，同时保护主义浓厚，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呢？印度人梦想在2020年成为超级大国，不曾想最新数据表明，今年印度人均 GDP 比孟加拉还低。印度网友又将如何看待？据印度时报报道，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了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2020年全球经济状况进行了预测。而在 IMF 的报告中指出，印度人的人均 GDP 将在截止在2021年3月31号本财政年度下降 10.5%， 仅为1877美元，这也将使印度成为南亚第3大贫困国家，仅次于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与此同时，另一个南亚国家孟加拉将有望在今年实现历史上人均 GDP 首次超越印度。根据另一份统计，5年前印度的人均 GDP 比孟加拉国高 40%， 然而在过去的5年中，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印度的3倍。再加上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印度经济持续下滑，在主要大国，在印度经济下滑指数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2。这一公告出来后，引起了印度人的热议。要知道，孟加拉可一直是被联合国评选为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如今，印度人均 GDP 还将低于孟加拉，这让印度人也是感到不可思议。讽刺的是，在2018年的时候，印度媒体制作了一部名为《超级大国2020》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讲述未来印度发展前景，甚至大胆预测印度能在2020年步入超级大国行列。在该纪录片发布后，很多印度民众开始陷入到了盲目的自信中。然而，如今证明，2020年并非是印度的超级大国年，而是灾难年。数据是不会骗人的。IMF 的这份报道更是让印度民众的超级大国梦灭，不少印度网友也是直呼接受不了了。在众多印度网友的回复中，主要论调便是责怪政府部门看衰印度未来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印度人喜欢从一个极端评论过渡到另一个极端评论。此外，甚至还有印度网友甩锅给孟加拉移民，认为是孟加拉移民大量涌入导致印度人均 GDP 下降，而孟加拉人均 GDP 上升。
爱甩锅的本性可是一点都没改变。而要分析为何印度今年经济这么惨，首先便是要受到疫情的波及。但是重要的是，疫情将印度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弊病一下子被完全暴露了。像印度每年都会发生洪涝灾害，而且今年尤其是严重，因缺乏管理以及基础设施落后，如今洪水肆虐印度多地。尽管处于这样的境地，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印度军方还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并且将多达20万大军调至边境。这些士兵的补给对于现在的印度来说同样是难题，而且印度还趁机从国外购买大量武器装备，最终只会让印度的经济进一步受挫。但印度官方选择当起鸵鸟。